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 NCLEX 考试哈，它里边对于我们术前准备都有哪些要求的内容这个术前准备呢，其实我们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总体来讲就是咱们人呢，对于这种手术。大家知道手术呢，肯定涉及到什么伤口它要把咱们完整的一个体腔呢要给打开咱们人的内环境呢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简单讲，就是说你把一个完整的一套系统给打开一个缺口，然后进行了一些干扰，所以这个手术其实对于人来讲影响还是挺大的就是即便是你这个手术可能只是一些很小的手术，它都一样面临着。其实和大手术有很多是相同的一些风险那么作为我们 NCLEX 要求呢，不要求说特别的细致，但是就是说对于一些共同的就是不管各种手术其实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咱们一定要深入的了解那么首先呢，我们说术前准备必须要知道的就是说这个患者到底为什么来住院来手术如果说我们这个都不知道的话，那你后续呢那就无从谈起他的病史有什么那么包括他既往史是吧？有哪些疾病？这个其实对于手术安全都很重要你比如这个病人是一个阑尾炎来的，但是他以前呢有这个胃溃疡的病史或者说以前还有高血压的病史或者有心肌梗塞的病史，那这些其实对于这个手术安全性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过敏他之前有没有对某些药物或者食物过敏你比如说药物呢，咱不多说了是吧？他比如说对青霉素过敏那你可能就不能用青霉素类或者头孢类的抗生素或者说慎用。那么比如说呢，他对于这个某些食物过敏比如说香蕉这个奇异果那么包括像栗子是吧？这些过敏其实就有一个意味着什么呢？它有可能对于乳胶制品过敏那么你术中可能就要尽可能的不要使用乳胶的一些相关的东西防止这种交叉过敏反应。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手术呢会有一些相关的高危因素咱们在术前呢也要知道不能说好像很明显的一些高危因素咱们都忽略掉了，那这个就很危险。你比如说年龄老年人他由于身体各方面的功能都不太好术前呢可能看不出来你觉得这个老年人好像走路说话都没什么事儿，但是一旦做一个手术以后加上这种手术的和麻醉的双重打击那么它可能这些相关的功能就会有所影响出现有可能是短暂的，有可能甚至持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肾功能衰竭肝功能衰竭心功能不全是吧？这些问题，那么呼吸是吧也可能出问题这就是年纪大的人。那么当然年龄小的小孩，尤其是婴幼儿开刀，那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就是什么？咱们要知道他的输血这个因为小孩他本身血容量很小手术的时候出一点血可能对他来讲就影响很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一个是术中要注意尽可能少出血，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充足的血液准备那么第三个呢，特别重要的就是知情同意书没有知情同意书，这手术咱们一般是不做的这个你再怎么着也不能做除非是极特殊情况比如说真的是一个昏迷的你可能考虑是个脑出血的病人，然后病人自己肯定没法同意了是吧？然后他的亲属呢你也找不到这种情况下急救车送来的。那么可能医院都有特殊的一些渠道让你获得一些相关的这种授权这个是必须的。但是只要病人自己能够签字，或者说有授权人可以签字，那么一定要有没有这个知情同意书，这个咱们就这个手术其实理论上讲你是不合法的那这个就涉及到很多法律问题。那么作为护士呢，他在这个签署知情同意书的过程中呢，他的角色大家要知道是个 witness 是见证者。咱们不去给患者呢，作为护士不给患者去讲去解释这些相关的风险，什么相关疾病怎么回事，咱们不是去做这个工作。咱们的工作呢主要是让
这个第一啊，确认医生呢是针对这个患者这个情况已经进行了详细的交代。第二，这个患者能够理解啊，主要是见证这些事儿。那么第四个 NPO 哈，在术前呢，一般来讲哈，除非局麻手术，我们不太要求这个啊，一般其他的手术都要求 NPO 哈，就是不能吃饭，不能喝水啊。为什么呢？主要是牵扯到一个麻醉以后啊，这个病人可能出现一些胃肠道反应啊。如果你胃里有东西有水，有可能导致恶性呕吐，然后误吸进入气管，导致肺部感染甚至窒息啊，这个是很危险的。即便是急诊手术啊，一般来讲，我们现在也得说，当然得看他吃什么啊，但一般我们说要至少禁食水啊，就是不能吃不能喝，至少4个小时啊，让这个胃至少要排空啊。那么我们下边呢看一下哈，它很大的一个检查的方面就是血液检查啊。术前我们有这些必须要查的啊，那么当然这个只是说一些共同的需要检查的内容。当然，根据病情需要，你可能还要加一些内容。咱们这上写的基本上都要查的啊。第一个，血常规，大家知道血常规主要查的是什么啊？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是吧？这个中性粒细胞比例啊，包括一些红细胞压积，是吧？当然有一些什么嗜酸粒细胞计数、嗜碱粒细胞计数，那个咱们一般影响很小啊。那么我们其实最突出的要知道几个，第一个，患者有没有贫血啊？这个你可以从他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能看出来啊。如果有贫血的话，尤其是什么重度贫血，那你这手术可能要推迟啊。那么第二个呢，有没有感染啊？有没有感染主要是从白细胞看啊。另外呢，中性粒细胞分类也能看出来啊。那么如果这个病人的白细胞你一看是18000啊，这个中性粒细胞分类95%。啊，那么这个就意味着这个病人体内现在很可能存在一个什么急性的一个细菌的感染啊。那么是不是说和手术会有什么影响呢？分情况啊。如果他这个病人是个阑尾炎啊，那他很有可能是这个就是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导致的这个白细胞增高啊，那你可以正常手术没问题啊。你手术以后他白细胞就下来了。但如果这个病人是个比如说考虑是个结肠癌，然后现在白细胞18000，那你这个就要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啊。你通过比如说后续的一些胸片或者什么检查发现它是肺炎导致的白细胞高，那你现在这个就不要太着急做那个手术啊，先把这个肺部情况要控制好，否则急性呼吸性的这个一旦要是出感染啊什么这些问题啊，这个术后恢复呢就面临着比较高的风险啊。所以呢，要分情况啊，不是说感染不能做啊。那有一些这个外科感染，你只有手术才能把它治好啊，那是可以做的。那么第三个，我们说血小板啊，血小板呢，其实是一个也是对于手术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如果你血小板低啊，我们一般说15万到45万啊这个数，当然呢，有时候可能有说10万到40万或者不太一样区间啊。参考值可能会有差异，但是呢，你如果太低，比如说3万啊，那就太低了。那就是说，基本上这个人甭管碰到哪儿，稍微碰一下可能就会出血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做手术开刀的话，那风险太高啊，那基本就不会有医生再给你做这种开刀手术了啊。那么下面说血型啊，血型不用多说啊，大家要知道很多的手术都需要备血啊，就是备血不一定输血，但是呢你要有准备啊，万一术中出血比较多，那马上有血能输上啊。血型是必须要查的，而且要有交叉配血啊。那么还有呢，凝血四象啊，这个呢我们其实专门有一个专题，就是来讲这个凝血血小板和溶血纤溶系统啊，它其实是之间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提到的血小板是血小板系统啊，是去堵那个血管的口子的。这个凝血四象呢是什么？是凝血因子啊。凝血因子它有一个链式反应激活，最终形成纤维蛋白啊，去形成那些钢筋啊，就是钢筋水泥这些东西类似啊，就是去铺。咱们先开始有个东西把那血管破口堵住，然后这些东西往上一呼啊，给它彻底把这血止住。所以这凝血四象呢，其实主要就是检查的凝血因子功能啊。那么主要查的什么 APT 啊，什么 APTT 啊，IN2啊这些指标。那么如果有异常的话，
我们也是说要小心啊，除非是极特殊的情况，你冒着风险做，但是尽量的说是真的 APTT，比如说超过正常值1倍以上。比如说 APTT 50秒、80秒是吧？这就有点过高啊，80秒那就超过1倍以上了，所以很难止血啊，这都要小心。那么后边一大类就是这生化啊，我们说生化检查其实主要查的是肝功能和肾功能啊。那么这个很多医院它其实生化里边就包括了肝肾功能和血糖和电解质啊，就是一块都查了。那么当然肝肾功能咱就不用多说了，它本身肝肾功能都有不全啊，都有一些问题，而且是严重的问题的话，那你最好不要着急手术啊。你这个手术以后，病人肝衰了是吧？肾衰了，你手术做得再好，它也会预后也不会很好啊。那么当然，血糖咱们知道主要是和糖尿病有关啊。如果你血糖太高的话，你就面临着一个什么伤口延迟愈合或者不愈合。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伤口感染率会增高啊！所以这个我们一般说，对于有糖尿病的病人、血糖控制不太好的病人啊，尽快的在术前通过用胰岛素的办法，把他血糖控制到接近于正常啊。那么电解质啊，主要咱们指的是什么？钾、钠和氯这几个离子啊。至于说其他什么镁啊、什么钙呀，那个当然它也查啊，但是影响最大其实是钾和钠这两个。高钾血症有可能导致心跳骤停的，对吧？低钾血症有可能导致心律失常啊、肌肉无力啊这些，对吧？高钠低钠也都会有问题，所以这些都要查啊，必查。传染病啊，这个传染病的筛查呢，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哈，大家一看这几个都是什么？都是经过血液传染的啊，这都经过血液传播的疾病。那么为什么要查这个？我觉得呢，一方面是对病人安全有保障，另外一个也是对医生的一个安全的提醒，同时也是为了什么？避免将来的医疗纠纷啊。你如果术前查了乙肝、丙肝，发现病人有这问题啊，病人以前可能不知道，那你告诉他了啊，你要有一些针对的治疗，对吧？这对于病人有好处。咱们医生呢，手术医生的话，手术室的护士的话，你也要知道，对吧？你这个病人是个有乙肝、丙肝阳性的，那你要特别小心啊，千万不要什么针刺伤啊、什么刀切伤啊这种，会给自己传染上啊，这都很危险。另外呢，如果你术前没有进行这些传染病的筛查，是吧？你就直接开刀去了啊。其实我们建议是什么？你就算再急的手术，也先留个血样，先抽了血啊。你那边马上去做手术都没问题啊。这边血你说3天出结果那没事儿，但是你这血只要是术前抽的就行啊。为什么呀？你这个就有个底子啊，就有个基线。你知道病人术前有没有感染啊？你比如说你术前没查，病人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结果着急做术做了，做完之后半年，病人说回来找你说我得艾滋病了，是不是你这手术感染的？这就牵扯到很多的法律的这种问题啊！你没有任何证据，是吧？你之前如果查了，你说你这个之前就是阳性啊，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手术的关系啊，这就很清楚了。那么最后呢，对于女性患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查个 HCG 哈，就是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啊，或者说在急的情况下，你也至少要查个尿的那个 HCG， 对吧？你看看患者是不是怀孕，如果怀孕的话，你手术麻醉对于胎儿它很有可能有影响，对吧？也增加了这手术的风险。那么这个呢，还是要不能忽视的哈。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常规的检查啊，比如说尿常规。我们都知道尿常规里主要看的是什么呢？尿里边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红细胞，是吧？有没有蛋白啊？有没有一些线索细胞，其他的一些东西？那么一般来讲，我们主要看的是什么？一个是如果有白细胞、红细胞，我们可能知道它有泌尿系感染啊，或者是损伤啊，当然有可能也没准是肾功能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是有蛋白阳性，是吧？那就通常会意味着它可能肾脏功能上可能是有一点问题了啊，当然不一定说因为这个就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咱们至少心里要清楚有这现象。那么还有呢，便常规就是为什么要查便常规呢？最好是留一个就是说只要是有这个条件能留便常规，咱们一定要留个作为基线作为一个参考你可以排除一些问题，比如说有没有消化性溃疡有没有结肠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溃疡性结肠炎、结肠癌是不是？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导致便里边有潜血
那么胸片也是必查胸片我们像右边这个图似的我们主要看什么呢？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肺主要看这2个内容当然你说我还能看肋骨，还能看锁骨是吧？肩胛骨、气管是吧？都能看这不膈肌是吧？甚至胃都能看但是那个对于手术来讲，咱们最重要的不是那些而是心和肺。如果肺部有阴影甚至有胸腔积液，像这个病人这双肺现在双下肺都有阴影这种就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有一些急性的炎症表现我们不太主张在这种时候做大手术，尤其是全麻手术这种术后它出现肺部感染、肺部张什么这些相关并发症可能性就很大你手术做的再成功，最后患者因为这个大面积肺炎，最后折腾2个星期、3个星期，可能才慢慢才能控制住，这个就太不理想了，这个效果那么心脏呢，我们在胸片上其实主要看它的形态大小有没有变化。比如说，如果有左心衰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典型的叫做靴形心像靴子一样。也就是说，在这个图像上，它的心脏这个心尖这个部位，就这个部位它向外侧移动就这块就形成像靴子一样这个形状，向外侧移位。那么如果有这个现象呢，通常提示有心衰，对吧？那么我们都要小心如果有这个，就能够往心衰那个角度去，可能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了我们比如说要查 BNP 查这个超声心动图看看它射血分数这些相关的东西最后呢，我们说心电图心电图呢也是术前必查你主要是能够排除一些严重的问题小问题是说这个心脏有一些心电图异常，不一定说必须要停手术，但是大问题那就不行比如说3度房室传导阻滞或者是这个不稳定心绞痛是吧 ？ST 段压低是吧？这些情况，那你做手术，万一是刚一麻醉是吧？这刀恨不得刚还没碰上皮呢，这病人就已经心肌梗塞了那这个风险就太高了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我们说其实还有一个术前要准备的就是患者宣教这方面。那么对于他的情绪包括术前如果这个病人吃了一些抗凝药那么要停其实抗凝药呢，并不是说所有的药都一样其实我们知道阿司匹林术前如果患者是小剂量吃阿司匹林，比如说100毫克左右每天，这种阿司匹林对于凝血基本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因为神经外科手术很多是搭桥的手术，术前必须要吃阿司匹林的就是他要一直吃，至少吃上2个星期才能做这个阿司匹林对于我们术中止血基本没有影响但是后边这个 clopidogrel 氯吡格雷和 warfarin 这2个就有影响了所以呢，大家其实倒不一定说记那么清楚什么区分这些，但是统一来记像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华法林什么甘肃这些对于它的凝血有影响的药要停7到10天当然它其实不都叫抗凝药其实有抗血管聚集药、抗凝药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 incentive spirometry 这个呼吸的这种训练器。这个蓝色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说你病人的口含住这儿，然后吸气大家一定要知道，它是往里吸气，锻炼吸气功能的，不是往里吹使劲吸气，然后这个它一吸呢，这个就会往上走。这个蓝的呢是设定一个目标值，比如说把这小蓝钮挪到2000这个2000的上面这一条线这儿然后你使劲吸气，让这个蓝色就达到2000的上面这一条线就可以了。这个就是理论上我们要求这个病人术后这几天恢复的时候，只要是清醒状态，每小时训练1次这个，而且每次要至少深呼吸10次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些像术后镇痛患者可以自己控制这种镇痛装置怎么用然后是不是应该鼓励患者咳嗽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可以促进他的肺部膨胀，促进他痰液的排出减少肺部这种感染，所以我们要锻炼咳嗽。那么如果患者说我伤口疼怎么办？咱们要告诉他你咳嗽的时候，比如说拿一个枕头捂在你这个伤口上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疼痛感。那么我们同时呢，像术前要
告诉患者，你术后有可能得躺在床上进行大小便啊，所以要有个训练啊，术前呢要知道怎么去操作。然后呢，包括早期的下地啊这些。那么总体来讲呢，这个刚才咱们所说的，其实都是一些术前准备里比较具有共性的东西，而且呢，NCLEX可能都要考到的东西。希望呢大家是能够有理解有理解的去知道你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要抽血呀？血里边主要看什么呀？它对于手术有什么影响啊？这些东西其实是咱们最重要的。今天讲的是这些啊，你只要理解了，比如说你知道为什么要查血常规啊，就防止感染，防止有这种贫血什么的，是吧？为什么要查血糖啊？都和愈合什么有关系？大家把这些理解了啊，所以你将来在做题的时候呢，就会很轻松啊。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大家。